我叫林浩。睁开眼的时候，我躺在一座陌生城市的垃圾堆旁，浑身是伤，衣衫褴褛，嘴里全是血腥味，脑子里却多出2段截然不同的记忆，像2根绳子拧在一起，撕扯着我的神经。一段属于这个身体的原主人青龙帝国林家的废物庶子，修炼8年，连元灵都没觉醒，被人嘲笑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废物。今天他刚被当众逐出家族，家谱上被红笔勾掉了名字。另一段属于我自己修仙界金丹修士，炼丹宗师，300年前渡劫失败，肉身崩碎，魂魄在虚空中漂流至今。那些记忆像洪水一样涌来，每一帧都清晰的像昨天发生的。2段记忆融合的瞬间，我明白了一件事：老天爷没让我死，是给了我第2次机会。我从垃圾堆里爬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烂菜叶和污泥，嘴角却忍不住上扬。周围的路人用同情的眼神看着我，以为我被赶出家门受了刺激，疯掉了。他们不知道，此刻我的脑子里装着300年的炼丹经验，数百种丹方，还有一套完整的修炼功法。废物，呵，那都是过去式了。我抬头看了看天，阳光刺眼，但我心里前所未有的亮堂。这一世，我要把失去的统统拿回来。我找了个废弃的军事哨所落脚，这里荒废了很多年，墙皮剥落，藤蔓爬满了窗户，地上散落着生锈的铁器和碎玻璃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霉味。但对我来说，这已经是最好的安身之所了。我盘膝坐下，五心朝天，开始内视自己的身体。神识沉入丹田的那一刻，我的心凉了半截。丹田像被锤子反复砸过的瓷器，布满蛛网般的裂纹，最深的一道裂缝几乎贯穿了整个丹田壁，灵气正从这些裂缝中疯狂外泄，像漏了气的气球。金丹暗淡无光，表面布满了细小的凹坑，随时可能彻底消散。300年的修为一朝散尽，但我没有慌，因为我发现这个世界的空气不对劲，除了灵气，还有一种暴虐混乱的能量在空气中流动，混沌之气。我用神识捕捉到一丝，仔细分辨，确认无误。在修仙界，混沌之气万年前就消失了。古籍上说，上古修士用混沌之气修炼，肉身强悍到能硬抗天雷。后来混沌之气消失，这种修炼方式就断了传承。但我前世恰好得到过一门功法万古长青诀，专门用混沌之气淬炼肉身。丹田碎了当不成法修，我就做体修。我闭上眼，开始运转功法。空气中的混沌之气像被磁铁吸引一样涌入我的身体，顺着经脉运行，疼但值得。修炼了一整夜，骨节像鞭炮一样噼里啪啦的爆响，浑身排出一层黑乎乎的污垢，又腥又臭，像从下水道里爬出来一样。我睁开眼，发现这个世界不一样了，天更蓝，草更绿，连空气中那令人窒息的混沌之气都不再让我难受。我的听力、视力都比以前强了一大截，连远处树上的鸟叫声都听得一清二楚。我走出哨所，肚子饿得咕咕叫，想找点东西充饥，蹲在路边随手拔了颗野草，正准备往嘴里塞，手却突然停住了。我盯着那株草，瞳孔慢慢放大，这不是野草，这是琉璃莴苣，修仙界一品灵植，筑基丹的主药，万金难求一叶。在修仙界，为了争夺一株琉璃莴苣，2个小门派能打得头破血流。可在这里，它就长在路边，叶子还被人踩烂了一半。我心脏狂跳，赶紧往旁边看。黄金瓜蒌、九叶灵参、紫花地衣、霓裳草，这些在修仙界能引发血雨腥风的极品灵草，在这里长在路边、砖缝、垃圾堆里，被当成杂草踩来踩去，有的还开了花结了籽，根本没人管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手心全是汗，嘴角却怎么都压不下去。这个世界遍地是宝，而我是唯一知道这些垃圾真正价值的人。有了灵草，我迫不及待想炼丹。我找了个隐蔽的角落，拿出前世那口灰扑扑的药鼎，神农鼎，跟了我的魂魄一起穿越过来的宝贝。别看它其貌不扬，锅底全是烟熏火燎的黑灰，但它是灵宝级的药鼎，大小随心，炼丹成功率比普通药鼎高3成。我把采来的灵草一字排开，按照前世的记忆处理药材，剥皮、去筋、留精粹，手指翻飞，动作行云流水，然后丢进药鼎，唤出丹田里那朵豆大的异火，开始加热。1刻钟后，鼎内灵气暴走，我感觉到药液在鼎里疯狂翻涌，像一锅沸腾的岩浆。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听轰的一声巨响，炸炉了！我被气浪掀翻在地，满脸黑灰，头发卷了边，眉毛烧掉了一半，嘴里全是药渣的苦味，耳朵嗡嗡作响。但我没停，爬起来继续炼。1炉、2炉、3炉，一连炸了10几炉，整个废弃哨所的墙被熏得黢黑，地上的药渣堆了厚厚一层。隔壁森林里的护卫队还以为来了高阶新兽，派人来侦查。我躲在废墟后面，等他们走了继续炼，直到太阳落山。第20炉终于成了。丹成的那一刻，天空中毫无征兆地劈下2道劫雷，精准地击在丹药上。紫金色的电弧在丹药表面游走，发出滋滋的声响。我差点哭出来。引发雷劫的天阶丹药啊！前世我练了一辈子丹，天阶丹药屈指可数，每1炉都要准备半个月，用最好的灵草、最好的火候，还得看运气。可在这里，用路边捡的野草当原料，用废弃哨所做的炼丹室，第1炉就成了。
我把丹药从鼎里取出来，放在手心。丹药圆润饱满，表面有淡淡的丹纹，散发着清幽的药香。我把它塞进嘴里，药力化作暖流涌入四肢百骸。那股暖流像春天的溪水，顺着经脉流淌，所到之处，暗伤愈合，淤塞疏通。破碎的丹田虽然还没修好，但身体里的旧伤被治愈了大半。更让我惊喜的是，这枚小还丹的效果比前世强了至少30%。原因很简单，原料的品阶太高了。在修仙界要用灵石买的灵草，在这里就是野草。我坐在废墟里，手里捏着剩下的丹药，笑得像个傻子。这个世界是我的福地。身体恢复了一些，我决定去城里的策源殿碰碰运气。这个世界的元灵者体系跟修仙界的灵根很像，但又不完全一样。他们能运用元素之力，却不会炼丹，不会画符，连最基本的功法都粗糙的可怜。我排了2个小时的队，终于轮到我了。走进那台像电话亭一样的测源仪，把手掌放进凹槽，酥麻的电流从掌心传来，机器嗡嗡作响。测源仪显示我是火元灵甲等，这个结果让我有点意外，因为前世我是木灵根，跟火不搭边，可能是我体内的异火影响了测试结果，也可能是穿越改变了我的灵根属性。第2项精神力测试，我故意压低了结果，因为我的神识远超这个世界的标准，暴露了会惹来大麻烦。最终报告上写火元灵甲等精神力无。周围的人看我的眼神从惊讶变成了同情，没有精神力的甲等元灵就是个半残。我没解释，拿着报告走了。测试官在身后嘀咕，说我浪费天赋。我笑了笑，他说的对，我确实浪费天赋，但不是你们以为的那种。入学第1周，体能训练我垫了底，50圈长跑，我跑到第20圈就落在最后，肺像要炸了一样，双腿像灌了铅。同学们嘲笑我是伪双黑，空有天赋没有实力。我没吭声，因为我知道我在干什么。每一次跑到虚脱，万古长青诀就运转得快1分，混沌之气在我体内疯狂流转，锻造筋骨，强化肌肉。那种撕裂般的疼痛是变强的代价。1个月后，我从倒数第1冲到了年级第1，没有人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，他们只看到我的成绩在飙升。实战课上，我被分到跟年级最强的糖豆一组，所有人都等着看我被打趴下，有人甚至开了赌盘，赌我能在糖豆手下撑几招。哨声一响，糖豆像炮弹一样转过来，速度极快，力道极大，换成1个星期前的我，这一下就飞了。但现在的我不一样了，我没躲，一拳轰出去，拳掌相交，发出一声闷响，糖豆飞出去5米，摔在地上，满眼不可置信。全场安静了，连呼吸声都听得见。我把拳头收回来，骨节咔咔作响，体修的路子果然对劲儿。1学期结束，我的万古长青诀已经练到了断肉境中期，皮肤变得莹润如玉，肌肉结实有力，浑身上下透着一股生机勃勃的活力。但我最在意的不是练体进度，而是丹田。那枚破碎的丹田像筛子一样，灵气进来就跑，根本存不住。但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，混沌之气进来后会留在体内，碎丹田不但不排斥混沌之气，反而主动帮我把灵气和混沌之气分开，灵气从裂缝漏走，混沌之气却被留了下来，就像一个自动分拣机，精准高效。这个发现让我喜出望外，我疯狂吸收空气中的混沌之气，运转万古长青诀，骨节爆响，经脉拓宽，丹田裂缝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。3天后，最后一道裂缝合拢，丹田修复的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重新活了过来，灵气在经脉中流畅运行，不再外泄，金丹重新焕发光彩。虽然还比不上前世的巅峰状态，但已经能正常运转了。我睁开眼，长出一口气，丹田修复了，法修的修为也跟着回来了。虽然还只是筑基期，但我有信心，用不了多久就能重回金丹。丹田修复后，我的修为就像坐上了火箭，蹭蹭往上窜。筑基初期、筑基中期、筑基后期，1个月内连破3关，速度快的连我自己都觉得不真实。要不是怕太招摇，我甚至怀疑能一口气冲到假丹境。但我忍住了，把修为死死压在筑基初期，外表看起来跟这个世界的普通元灵者没什么两样。说实话，这个世界的修炼体系跟我熟悉的修仙体系完全不在一个维度。他们能操控风火水土这些元素之力，听上去挺唬人，可对灵气的理解粗糙的令人发指，连最基本的周天运转都搞得乱七八糟，更别提什么金丹、元婴、化神了。所以我很确定，没有人能看穿我的真实实力，这是天大的好事。我以吊车尾的成绩考入了青龙帝国最好的学院青龙学院，说是考入，其实全靠压分，每一科都精准控在及格线边缘。报到那天，我背着个洗得发白的旧包袱走进校门，立刻引来无数道目光。那些目光里没有好奇，只有赤裸裸的看笑话。测源仪报告上精神力无3个字，像胎记一样死死印在我的档案里，走到哪都有人指指点点。就是那个灵精神力的废物，听说测试时元力波动跟普通人一样，不知道怎么混进来的。我充耳不闻，找了个靠墙的角落坐下，
无所谓，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向谁证明什么，而是为了了解这个陌生的世界，顺便薅点羊毛。学院食堂免费，宿舍免费，连修炼室都免费。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，前世想都不敢想。我靠在椅背上，嘴角微微上扬，被人嘲笑几句又不会掉块肉。但免费的灵气修炼室，那可是实打实的。宿舍是4人间，20来平米。我拎着包袱进门时，3个人已经在了。叶蜻蜓站在窗边，白衣覆着薄薄冰雾，她冷静得像块石头，说话从不超过10个字，但每次见我搬东西，都会默默拎起最重的就走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祖父是治愈师，一直在寻找能治他旧伤的药。崔天笑正对着镜子敷面膜，头都没回。新来的，皮肤太糙了。他长着一张妖艳脸，自恋到病态，敷面膜比修炼还久，衣柜比女生宿舍都满。但剑术是真的好，百步穿杨，凌厉的判若两人。齐明缩在床角抱着就怀表，见我一看他，脸就红到耳根。你好，我叫齐明。他说话结巴，跟生人脸红，但摆弄符阵时手稳如老僧。他祖父是符文师齐朗，失踪多年，留给他的只有这块怀表。他整天揣在怀里，像揣着命根子。4个人凑到一起，第一天就闹出大动静，雷光、冰刃、金符满屋乱飞，轰的一声，墙塌了半面。教务主任黑着脸赶来时，我们灰头土脸的站在废墟里。我看着他们3个，嘴角忍不住翘起来。奇葩归奇葩，但这一世可能不会太孤单了。学院的食堂完全免费，但每天只提供几种固定的套餐。我第一天就一口气打了4份，把打饭阿姨吓得脸色发白，大概以为我是饿死鬼投胎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套餐里的蔬菜全是灵草，绿油油的稻米是灵米，拌菜是琉璃莴苣，汤里还飘着几片黄金瓜蒌。在这个世界里，这些东西叫净化蔬菜，普通人花点钱就能在市场上买到。可在修仙界，这简直是暴殄天物。琉璃莴苣是筑基丹的主药，一株难求；黄金瓜蒌能炼制疗伤圣药，千金不换；绿稻米富含纯净灵气，长期食用足以洗髓伐脉。这些连金丹修士都舍不得吃用的宝贝，在这间食堂里却像大白菜一样随我们取用。我蹲在食堂角落里，把碗里最后一口灵米扒进嘴里，心里默默盘算着一件事：如果我能用这些灵草炼丹，原材料成本几乎为零，利润将是天文数字。更妙的是，学院里的学生和老师个个都需要丹药，市场就在眼前，伸手可及。一个完整的商业计划在我脑子里渐渐成型了。我用攒下的奖学金买了些初级炼丹工具，在宿舍里偷偷开炉。神农鼎不能拿出来，太招摇了。我用的是学院发的普通药鼎，虽然效果差了点，但炼小还丹足够了。第一炉，我炼的是小还丹。这个世界的治愈师只能制作液体药剂，效果慢，价格贵，一支高级治疗药剂要几10万新币。而我的小还丹，30秒内愈合一切外伤，成本不到100新币。丹成的那一刻，药香飘满了整个宿舍楼，浓郁的药香像实质一样从门缝里钻出去，走廊里都是味儿。室友们闻着味儿找过来。崔天笑第一个开口问我在搞什么，我把丹药递给他们看，说这叫红药，疗伤的。叶蜻蜓二话不说，拿匕首在自己胳膊上划了一道深深的口子，鲜血直流，然后把丹药吞下去。3秒后，伤口愈合了，连疤都没留下。3个人看着我，像看怪物一样。齐明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你这是什么神仙药？”红药的成功让我信心大增。我开始研究这个世界的精神力，发现它跟修仙界的神识很像，但弱得多。如果说神识是10，精神力最多是2、3。这个世界的符文师、治愈师都需要精神力，而精神力的消耗很难快速补充。市面上最贵的精神舒缓剂，效果也一般，而且一支要上千万新币。我翻出前世的一本丹方，找到了天灵丹的配方。这种丹药能在1分钟内完全恢复精神力，在修仙界也是抢手货。我花了3天时间改良配方，用这个世界的灵草做替代原料，试了10几炉，炸了7、8炉，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配比。丹成的那一刻，我让齐明试药。他是符文师，精神力消耗大，整天喊头痛。试完蓝药后，他的眼睛亮了，说头不痛了，精神前所未有的好。红药加蓝药，一个疗伤，一个回蓝，这个组合足以颠覆整个前元大陆的药剂市场。红药和蓝药的效果像病毒一样在学院里迅速传开了。一开始只是同学之间私下交易，一颗红药卖5000新币，比市面上正规的治疗药剂便宜1大截，效果却好了整整10倍。有人重伤倒地，吞下一颗红药，几个呼吸间便活蹦乱跳；有人灵力枯竭，一颗蓝药下去，立刻精神抖擞。口碑就这样口口相传，
越滚越大。后来连老师都来问我买药。罗军老师上实战课的时候被学生误伤，手臂划开一道深可见骨的口子，我递上一颗红药，3秒之后伤口愈合如初，连疤痕都没留下。从此罗军老师成了我的忠实客户，还主动帮我在教职工群里宣传。我干脆跟室友合伙，在学院外面租了个小铺子，取名有间商铺，名字是我起的，简单好记。崔天笑嫌土，我说这叫大智若愚。铺面不大，但位置不错，正对着学院侧门，学生进出都能看见。开业第1天，存货被一扫而空。第2天，预售排到了下个月。第3天，有人从别的城市专程跑来买药，一口气要了100颗。我坐在柜台后面数零时，手都数抽筋了。崔天笑在旁边感慨，说他这辈子没见过赚钱这么容易的事。我头也不抬地说，这不叫容易，这叫降维打击。学期末，军校大比的预选赛开始了。我跟3个室友组了个队，取名专制不服。700多支队伍争夺30个晋级名额，竞争异常激烈。比赛是丛林战，7天时间找到30枚徽章之一就算晋级。徽章上有微弱的精神力标识，需要符文师用精神力去改之。我们有齐名，这方面不担心。传送开始，荧光落下，我睁开眼，发现我们4个被传送到地图最北端，最近的徽章在中央区域，横穿整个森林至少要走5天。崔天笑骂骂咧咧，说赛事组是不是针对我们？叶蜻蜓脸色铁青，一句话不说。齐名级的直接吧，说我们是不是要弃权了？我蹲在地上看了看地图，又看了看不远处的河流。水路3天就能到，但走水路比走陆地危险10倍。低阶水兽的避祸本能足以让任何船只沉没。我站起来说我们走水路。我们决定走水路，伐木造船，顺流而下。崔天笑的力气大的离谱，一刀一棵树，没多久就劈出一堆木板。齐明用金元铃做钉子，叶蜻蜓负责组装。1个小时后，我们造了一条带船舱的木船，但很快我们就遇到了麻烦低阶水兽的避祸本能。成千上万的鲤鱼兽从水里跃出，像炮弹一样砸向木船，鱼尾抽在船身上，发出沉闷的巨响，船板出现了裂纹。我们4个拼命用元素攻击抵挡，雷剑、冰龙、金锥轮番上阵，但元灵消耗巨大。叶蜻蜓的脸色越来越白，崔天笑的雷剑越来越细。我躲进船舱，拿出神农鼎，开始炼药。这个世界的低阶水兽之所以攻击船只，是因为受惊。如果能让水变得奇苦无比，它们就会主动避开。我找了几种有苦味的植物，用最快的速度炼出了一批药丸，把它们固定在船底后，方圆10米内的水变得苦不堪言。鲤鱼兽像见了鬼一样躲开，我们顺利通过。叶蜻蜓问我这药叫什么，我说叫人到中年。他嘴角抽了抽，说还是叫甜甜圈吧。第3天，我们遇上了彼得森河的河流之主古斯塔夫，一只天阶鳄鱼兽。他从水里突然窜出，一口咬碎了我们的木船。我们4个落水，冰冷的河水瞬间没过了胸口。叶蜻蜓反应最快，用冰元灵冻住水面，我们踩着冰面逃跑。但鳄鱼兽的速度太快了，它的脚掌踩碎冰面就像踩碎蛋壳一样轻松。人兽之间的距离在飞快拉近，我停下来断后，让队友先走。我用天狼刀劈出火刃，引开鳄鱼兽，然后跳进水里跟它肉搏。水下闭气10几分钟，拳拳到肉。鳄鱼兽的鳞片坚硬如铁，我一拳打上去，手骨生疼，但它也不好受，被我打得连连后退。我抓住它的天角，骑在它脖子上，一拳一拳的砸。鳄鱼兽被我打懵了，从来没遇到过这么能打的人类。它想甩掉我，但我像长在它身上一样，怎么都甩不掉。最后我用异火钻进它嘴里，烧穿了内脏。鳄鱼兽死的时候，整个水面都沸腾了。我浮出水面，身上全是伤，但嘴角是笑的。叶蜻蜓他们跑回来，看着我，眼睛都红了。杀了天阶鳄鱼兽后，我们士气爆棚，一路北上，在礼帽山找到了徽章。可还没来得及高兴，近100支队伍就围了上来，要抢徽章。我掏出几颗貌美如花丸扔出去，白烟弥漫。冲在最前面的几个人，眼睑和嘴唇肿得像猪头，吓得后面的人直往后退。叶蜻蜓站出来，朗声道：“抢来抢去没意思，不如公平比试，3局2胜，输了的自行退走。”众人勉强应允。第1局，我方力量选手硬碰硬拿下；第2局，对方扳回一城。决胜局我亲自上场，险胜一招，3局2胜，我们全胜。就这样，专制不服队以黑马之姿杀进了决赛。回到学院那天，闻到校长亲自在校门口迎接。这位不苟言笑的老人眼眶微红，嘴唇轻颤。哈尔萨斯学院已经连续3届垫底了。他紧紧握住我的手，声音沙哑：“你们是哈尔萨斯的英雄。”周围掌声雷动，师弟师妹们挥舞院旗，
不少人红了眼眶。我笑了笑，抽回手说：“校长还没赢呢，等真赢了那天再说这话也不迟。”身后队友们相视而笑，目光投向远方决赛。我们来了。决赛在1个月后，地点在天一城。赛前集训的日子里，我一边修炼一边炼丹。有间商铺的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，我跟3个室友轮流守店，累成狗。有时候练到半夜，眼皮打架，丹炉差点炸了，但数钱那一刻又浑身来劲。但零食哗哗的进账，我做梦都在想，一颗红药卖5000新币，成本不到100；一颗蓝药卖8000，成本200，每天净赚几10万，这笔买卖比抢还快，1个月下来就是上千万。我用赚来的零食兑换成低阶晶石，攻万古长青绝修炼。这功法就是个无底洞，越往后需要的混沌之气越多，需要的晶石也越多。但我有整个乾元大陆的灵草做后盾，炼丹赚钱的速度勉强赶得上修炼的消耗。叶蜻蜓偶尔也来帮忙看店，嘴上嫌我像个貔貅只进不出，手脚却挺麻利。我笑笑没反驳，他不懂，对修士来说，资源就是命，钱是我穷怕了，这辈子说什么都要做个有钱人。零食堆成小山，连梦里都是哗啦声。决赛前一天，媒体蜂拥而至，专制不服队是本届最大的黑马，所有人都想挖点新闻。崔天笑在镜头前骚包的甩头发，说自己是哈尔萨斯第一帅。齐明结结巴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，脸憋得通红。叶蜻蜓得体的回答记者提问，滴水不漏。轮到我的时候，记者问我有什么想对粉丝说的，我想了想，说了一句让全场安静的话：有间商铺的红蓝药，赛后加量不加价，欢迎选购。记者们愣了半天，然后爆笑。崔天笑在旁边捂脸，说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我说出息能当饭吃吗？零食才是硬通货。第二天，我的表情包传遍了整个新网，配文是史上最实诚的参赛选手。有人骂我财迷，有人说我接地气，还有人专门跑到有间商铺来打卡，店铺的营业额又翻了1倍。我看着账户里的数字，心想骂吧骂吧，骂我的人多了，你算老几？4大名校齐聚天一城，天医院的楚云逸号称乾元大陆第一天骄，天阶符文师，精神力堪比海洋。寒烟阁的灵隐，罕见的暗元灵，能吞噬对手的元素力。西元学院的白灵，最年轻的地阶治愈师。而我们哈尔萨斯专制不服队，4个无名之辈。入场式上，观众席的欢呼声几乎都给了天一队。楚云逸走过的时候，尖叫声震耳欲聋，无数少女举着灯牌喊他的名字。我们站在角落里，像4个透明人。崔天笑不服气，说等比赛结束要让所有人记住专制不服的名字。我说不用等比赛结束，等会进了赛场，他们就该知道了。叶蜻蜓看了我一眼，欲言又止。齐明紧张的手心全是汗，攥着怀表不放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说别紧张，有我在。传送阵亮起，天一队第1个入场，白光闪过，他们消失在原地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等待着属于我们的时刻。比赛开始，天一队第1个入场，楚云逸用风卷尘生阵带着3名队友从食肉熔林上空飞过，轻松穿过了第1道关卡。他的风阵精妙绝伦，符文流转间带着淡淡金光，一看就是大家手笔。他的精神力强的离谱，连隐藏的符阵都感知不到他的存在。我在场外观摩，心里暗暗吃惊，这个人的精神力已经接近修仙界的神识了。如果他有完整的修炼功法，绝对是个妖孽。可惜这个世界的修炼体系太粗糙，他的天赋被浪费了大半。他用的功法连入门级都算不上，完全是靠蛮力和天赋在硬撑。我盯着屏幕上楚云逸的背影，心里冒出一个念头：如果这个人能为我所用，乾元大陆的格局或许可以改写。一个有天赋、有资源、有背景的合作伙伴，比什么都值钱。不过现在想这些还太早，先把比赛打好再说。专制不服队最后1个入场，传送阵刚启动，我就感觉一阵剧烈的颠簸出问题了。等我们落地时，脚下不是坚实的地面，而是粘稠的沼泽，泥浆已经没到胸口，又冷又腥，队友们挣扎着往下陷。我咬牙催动藤蔓术，一根根粗藤缠住大家的手腕，费了好大劲才把所有人拽上岸。清点位置后发现，这里根本不是起点，而是偏离了10几公里的一片荒泽。叶蜻蜓瘫坐在地上，抹了把脸上的泥，声音发闷：完了，我们没希望了。我拦住他，盯着他的眼睛说：既然已经晚了，不如干票大的，不去找徽章了，我们去抢天一队的。齐明二话不说，布下前宗阵，隐匿了所有人的气息。
我们一路追踪楚云逸留下的精神力痕迹，穿过密林，翻过山脊。2天后，终于在礼帽山截住了天一队。齐明提前布下颠倒奇门阵，把他们引入阵中。阵内方向错乱，天地颠倒，天一队瞬间乱了阵脚。江月生率先出局，安晴紧随其后。我盯紧楚云逸，撒腿就追。他的风卷尘生阵速度快得惊人，身影在风中几乎化作残影。但我有极行符加持，一步不落，死死咬在他身后。跑了10几公里，他甩不掉我，我也追不上他。最后他在一片空地上停下来，转过身，那双紫眸里没有愤怒，只有淡淡的好奇。他微微歪头说：“你很有意思。”我喘着气，咧嘴一笑：“你也一样。”追楚云逸的时候，我碰上了天一队的治愈师林采儿。他一个箭步挡在楚云逸面前，对我冷嘲热讽，说我是下城来的土包子，浑身上下没一件值钱的东西，不配跟云哥哥说话。我懒得跟他废话，一掌劈下去把他打晕，顺手搜走了他身上的徽章。楚云逸很快折返回来，跟我对峙，我们俩狠狠打了一架，不分胜负。他收手后问我的名字，我说林浩。他点点头，说记住了。就在这时候，一个女人从暗处缓缓走了出来，她叫黎星，是哈尔萨斯学院的学生，也是专制不服队的成员。她看着楚云逸的眼神很复杂，像认识很久一样，又像在刻意躲避什么。我后来才知道，她身上藏着更大的秘密。她的园林检测报告有问题，精神力数值被严重误判了。她不是普通人，甚至可能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。但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是我们队的。比赛结束后，黎星的园林检测报告炸出了惊天波澜。他在达坦城测出来是火园林甲等，资质出众，但也算不上稀奇。可哈尔萨斯学院的高精度测源仪一启动，所有人都愣住了，屏幕上赫然显示火木双园林，而且2个都是天甲级，双天甲，2重叠加，千年不遇。消息像炸弹一样在新网上炸开了，热搜前10占了6个，铺天盖地的讨论、惊叹、质疑混成一片。更让人震惊的是后续披露，他的精神力并非之前认为的几乎没有，而是强到普通仪器根本测不出来。但因为错过了最佳开发期，那股磅礴的精神力已经严重萎缩，再也无法恢复。长老院震怒，立即下令彻查测源仪贪腐案。一时间，各地测源仪纷纷报修，大批官员落马。黎星一夜之间成了风云人物，有人羡慕他逆天的天赋，也有人为他的遭遇扼腕叹息。如果当年没有被误判，如果早10年被发现，他该是何等耀眼的存在。我关掉新网，靠在椅背上，心里默默说了一句：这才是真正的天才。但我也清楚，天赋只是起点，那些羡慕和同情终究是别人的事，能走多远，要看他自己往后的每一步努力。机缘、心性缺一不可，离心的路还长着呢。第2场比赛的战场设在了西园城外的若耶沙漠，这里的赛制彻底变了，没有时间限制，但组委会给每个人的物资少得可怜，只有500毫升水和3支营养剂。沙漠白天热到60度，能把鸡蛋烤熟，晚上又冷到零下10几度，温差大得离谱。专制不服队的传送点更是倒霉到家了，我们被扔到了最南端的地废区，离目的地足足有800-900公里。更糟糕的是，叶蜻蜓是冰园林，在这种高温环境里，他的园林就像被上了加速，根本发挥不出来。他脸色惨白，嘴唇干裂出血，走几步路都晃晃悠悠的，差点直接昏死过去。我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。好在路边采的灵草帮了大忙，我架起药鼎，现场炼了一批清风散，这样能暂时解除环境对园林的克制，虽然治标不治本，但足够应付眼前的困境了。叶蜻蜓把药吞下去，脸色肉眼可见的好转，呼吸也平稳了许多。他惊讶地问我这是什么药，我只是笑笑说是独家秘方，但光靠吃药不是办法，我们得赶路。看着眼前一望无际的沙漠，一个大胆的想法冒了出来，骑红甲蝎。这种蝎子是的废墟的霸主，12级星兽，凶猛无比，从来没有人能驯服他们当坐骑。我活动了一下筋骨，心想没试过怎么知道呢。我花了足足半个小时才把那只红甲蝎霸主打到服。这家伙是地废区的土皇帝，12级星兽，甲壳硬的能挡刀剑，尾钩上的毒液能瞬间毒死一头牛。换做别人早就成了他的盘中餐，但我不同，我靠的是拳头，一拳一拳，实打实的砸。他被我的蛮力和混沌之气镇住了，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颅。为了让他乖乖听话，我还用异火给他保温。沙漠的夜晚太冷，这种冷血星兽行动会变迟缓，我可不想骑着一条死鱼赶路。红甲蝎感受到了异火的温暖，舒服的直哼哼，巨大的复眼看向我时，凶光也少了几分。骑在蝎背上穿越沙漠，那感觉别提多威风了。6条步足快速交替，在沙地上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，速度比我们徒步快了10倍不止。
风沙打在脸上，铠甲被吹得叮当作响，但谁也顾不上这些，因为我们知道胜利就在前方。这一幕通过直播信号传出去后，整个星网都炸了，弹幕铺天盖地。有人说我是史上第一个骑星兽的狠人，有人说我是不是对红甲蝎用了什么邪术。我对着镜头一本正经的解释，这不叫驯服，这叫物理说服。把他打怕了，他就听话了，跟驯服没关系，纯粹是实力碾压。红甲蝎跑了一整夜，天亮的时候，他精准地把我们送到了沙漠中心。我跳下蝎背，拍了拍他坚硬的甲壳，给他喂了一颗疗伤的丹药作为报酬。他回头看了我一眼，那双副眼里似乎多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，然后转身，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了茫茫沙海中。刚在沙漠中心站稳脚跟，我们就遇上了大麻烦——吸血藤。这东西的幼苗像风滚草一样，被风吹得到处滚，刀砍不烂，火烧不化，一旦被缠上，几秒钟就能把你吸成干尸。偏偏有一支叫沙漠之舟的队伍被困在了藤蔓群里，正朝我们拼命呼救。按照大赛规定，见死不救要扣分。我叹了口气，心想这好人好事是躲不掉了。我先把他们拉上蝎背，然后架起药鼎，开始炼一炉生机盎然丸。这药本来是催生灵草用的，但用在吸血藤上，效果就完全不同了。药丸被我扔进吸血藤群里，落地生根，那些幼苗就像打了激素一样疯狂生长，眨眼间变成了成株，然后成株开始互相绞杀，争夺生存空间。整个藤蔓群乱成一锅粥，我们趁乱冲了出去。等一切尘埃落定，一片荒芜的沙漠在短短几分钟内竟然变成了一片生机勃勃的绿洲。白灵，西园学院那个最年轻的地阶治愈师，看着我，眼睛里全是佩服。他由衷地说：“林浩，你的炼丹术是我见过最强的。”我挠挠头，说还行吧，主要是这里的灵草品质好。他却认真地反驳，说灵草再好，也要有人会用。我笑笑没接话，这话倒是不假。旁边的陈气忍不住嘀咕，问我是不是什么都会。我认真地想了想，说了一句让全场爆笑的话：不会生孩子。紧张的气氛瞬间被冲散，连叶蜻蜓的嘴角都忍不住抽了抽。从吸血藤群里冲出来后，专治不服队和沙漠之舟队决定暂时结盟。在这鬼地方，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强。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往湖心岛赶，本以为能消停一会儿，结果半路上又杀出一队人来屠灵队。队长林颖，那个拥有罕见暗元灵的天才，拦在我们前面。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，说要跟我打一场。说实话，我对他没什么兴趣，这种冷冰冰的对手打起来没意思。但他开出的条件让我无法拒绝，不管输赢，他都欠我一个人情。这种天才的人情可比什么徽章值钱多了。我答应了他，但提了的条件，换个地方打，到了湖心岛再说。林颖点点头，算是同意了。于是3支队伍合兵一处，继续前进。我心里却在盘算另一件事：林颖这个人太古怪了，他的暗元灵像无底洞一样吞噬着周围的一切，但我总觉得那东西不像是天生的。还没到湖心岛，我们又碰上了天一队。楚云逸那个疯子一个人追上来，在我们的队伍里横冲直撞，把好不容易收集到的赛标抢走了大半。崔天笑气得破口大骂，说他是不是有病。我看着楚云逸潇洒离去的背影，却觉得这个人越来越有意思了。他不是在抢赛标，他是在玩。他太强了，强到无聊，所以才会找我们当乐子。这种心态我太熟悉了。湖心岛上，我和林颖的对决终于开始了。他的暗元灵确实厉害，能吞噬一切元素攻击，锋刃、火球打在他身上，就像泥牛入海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可惜他遇到了我，我的攻击从来不只是靠元素，我的拳头是实打实的物理伤害。天狼刀劈出，刀气凛冽，他的明魔6道炮在我面前就像纸糊的，被一刀劈碎。我欺身而上，一拳砸在他胸口，他整个人像断线的风筝一样飞了出去，重重摔在地上。他不服输，爬起来还要再打。我没给他机会，一脚踩在他胸前，居高临下的问他服不服。他不说话，那双阴鸷的眼睛死死盯着我，像一条被踩住7寸的毒蛇。但他的队友宋书润在旁边大喊认输，我这才松开脚。就在这时候，天一队传送到了岛上，楚云逸一眼就看到了赛旗，风一样冲过去，抢在我前面拔了起来。完了，我心想，第1名没了。但下一秒，令人窒息的事情发生了。崔天笑那个色弱把旗子的颜色看错了，他拔的不是我们的旗，而是天一队的旗。传送阵瞬间启动，我们4个人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白光吞没，消失在了岛上。等赛事组把我们找回来的时候，
一切都已经结束了。哈尔萨斯第二，天一第一。闻到校长在领奖台下哭得稀里哗啦，说他当校长这么多年，这是最好的成绩。我看着他的眼泪，心想，第二就哭成这样，要是拿了第一，他还不得昏过去。假期里，我回了趟达坦城，养父李毅在达坦学院当校长，养母安娜怀了二胎，肚子已经鼓得像个小山包。我在家里住了几天，每天帮安娜打理菜园。那些灵草在巨灵阵的滋养下长势喜人，翠绿欲滴，看着就让人心情舒畅。有一天晚上，我正在屋里修炼，突然接到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图片，打开一看，我愣住了，是一只三眼怪虫的尸体，灰白色的身体蜷缩着，3只猩红的眼睛已经失去了光泽，旁边还附了一组密密麻麻的基因序列。发信人是扬州，我基础学院的校长，他现在是一个叫自由军的民间组织的参谋官，专门打击邪教诛仙教。我立刻拨过去，问他这虫子哪来的。他说是在一个狂战士体内发现的，那些狂战士在光明节袭击事件中被击毙后，尸体里都钻出了这种虫子。我盯着图片，后背一阵阵发凉。这虫子身上的气息，跟我在北部战场上感觉到的操控星兽的精神力波动一模一样。如果这两者之间有联系，那诛仙教的能力远比我们想象的可怕得多。扬州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低声说，他怀疑诛仙教正在用这种虫子批量制造狂战士。我问他还有没有更多信息，他说还在查。挂断电话后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窗外月光如水，但我的心却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了，透不过气来。光明节那天，哈尔萨斯城张灯结彩，街上人头攒动，花车游行，彩带飞舞，到处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。我也在街上闲逛，难得放松一下，感受一下节日的气氛。但很快我就发现了不对劲，花车上那些跳舞的舞者笑容是假的，他们的眼神冰冷，像杀手在观察猎物，嘴角的弧度僵硬的像个面具。下一秒，他们同时动了，不是跳舞，是杀人。火球、冰锥、锋刃，各种元素攻击像雨点一样砸向无辜的人群，鲜血四溅，惨叫声此起彼伏。刚才还欢声笑语的街道瞬间变成了人间炼狱。我冲上去拦住一个侍应生，他吃了一颗红色药丸，体型瞬间膨胀了2倍，肌肉把衣服都撑裂了，战斗力暴涨。我用天狼刀跟他缠斗，发现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和悔恨，但他的身体完全不听使唤，像提线木偶一样被人操控着。他不想杀人，但他控制不了自己，这个认知让我心头一紧。最后我用爆炸符把他炸成重伤，一只三眼怪虫从他体内破体而出，发出尖锐的嘶鸣。我一刀劈死了他。扬州带着人赶到，迅速把虫子的残骸收走了。他脸色铁青地告诉我，这就是诛仙教的圣丹，能把人变成没有自我意识的狂战士。我蹲在地上，看着那个侍应生倒在血泊中，他的眼睛恢复了清明，但已经没有了呼吸。我握紧了拳头，指甲嵌进了掌心。扬州告诉我，自由军是一个民间自发组织的抗邪教力量，指挥官另有其人，身份高度保密。他只是被招募进去的，负责情报工作。诛仙教这个邪教已经存在了上万年，教主自称明真，传说他能长生不死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搞一次大规模恐怖袭击。这次光明节袭击不过是冰山一角。扬州说，更大的阴谋还在后面，他们目前掌握的信息还不足以摸清诛仙教的真正目的。我问他需要我做什么，他摇了摇头，说暂时不需要，但让我千万小心，诛仙教已经在关注我了。我点点头，把一瓶红药和一瓶蓝药塞进他手里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笑，说了一句让我鼻子发酸的话，林浩，你长大了。我看着他的花白的头发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我记得基础学院的时候，他站在讲台上，意气风发，头发乌黑，这才几年就白了这么多。他为了对抗诛仙教付出了多少，我不敢想。临走的时候，他叫住我，神情前所未有的严肃，林浩，这个世界比你以为的要危险得多，保护好自己，也保护好你身边的人。我说我知道。他又说，如果有一天他出了什么事，让我不要去找他。我没答应，转身走了。身后传来他的咳嗽声，一声比一声重。我没有回头，因为我知道回头了就走不了了。几天后，扬州失踪了。自由军的人心急如焚地找到我，说扬州的生命体征正在急速下降，心率从70掉到了50，还在继续掉。再这样下去，他撑不过24小时。我查了他的行踪记录，发现他最后出现的地方是天一城城主府。天一城城主薛寒在乾元大陆也算有头有脸的人物，
但我不相信巧合，我决定亲自走一趟。我用变形药水把自己变成了林采儿的样子。这药水是我前世从一个西方女巫那里学来的，味道难喝的要命，像吞了一整条臭水沟，但效果没得说。我对着镜子照了照，脸型、身高，甚至连林采儿那副趾高气扬的神态都模仿得惟妙惟肖。混进城主府后，我没有急着找人，而是放开神识，一点一点的搜索。很快，我就在地底下感知到了扬州微弱的气息。我找到地牢入口，沿着湿冷的台阶往下走，空气越来越浑浊，弥漫着血腥和腐臭的味道。地牢最深处，我看到了扬州，他被铁链吊在墙上，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皮，手指被掰断了3根，指甲全被拔掉，血肉模糊。更可怕的是，他的嘴里被塞了一颗圣丹，那只3眼怪虫正在慢慢往他的身体里钻。我强压着怒火，把他救下来，用极品灵石把虫子引诱出来，一刀劈死。扬州活了过来，但他的头发全白了，像雪一样白。城主薛寒趁乱跑了，但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找到了大量诛仙教的证据。天一城城主竟然是邪教坛主。薛寒逃跑前，为了活命，跟我说了一个惊天秘密：灵隐的暗元灵不是天生的，是改造的。我一开始以为他在胡扯，但他的表情不像撒谎。他说，灵隐本来是个土元灵，资质平平，在基础学院成绩倒数，但有人在他体内种了一颗高级3目虫，那只虫子吞噬了他的土元灵，然后异变成了暗元灵，一夜之间，废物变成了天才。我听完，后背像被泼了一盆冰水，从头凉到脚。如果诛仙教能批量改造元灵，那他们完全可以打造一支超级军队。一个灵隐不可怕，1000个、10000个呢？那画面我不敢想。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扬州，他立刻动用了自由军的所有情报网去查灵隐，查出来的结果让我更加震惊。灵隐的档案被人动过手脚，所有黑历史都被抹得干干净净，干干净净到不正常。他的基础学院成绩是倒数，但毕业前突然变成了暗元灵，保送进了寒烟阁。他的母亲孙娇娇在寒烟堡开了一家小旅馆，背景清白的像个假人。而他的父亲林峰是林家的家主，林峰跟楚家家主楚玉是连襟。这潭水比我想象的深得多。灵隐不是一个人，他背后站着一个庞大的关系网。诛仙教的手已经伸进了前元大陆最顶层的权力圈子，我不知道他们渗透到了什么程度，但我知道接下来的一切都会比我想象的更危险。第3场比赛的地点在寒烟堡，我们刚到就遇上了百年不遇的冰雪暴，暴风雪大到连传送港口都关闭了，我们被困在城外，冻得瑟瑟发抖。但更糟糕的消息接踵而至，北部要塞被兽潮围困了，那些星兽的眼睛都是血红色的，身上散发着诡异的气息，全被3目虫寄生了。他们的战斗力比普通星兽高出好几倍。第4军团死伤惨重，要塞岌岌可危。哈尔萨斯的师生们没有犹豫，主动请缨支援。我们坐着重型装甲车，顶着暴风雪，在能见度不到5米的雪原上艰难前行。到达要塞时，天已经快黑了，远处的兽巢黑压压一片，像潮水一样涌来。我吃了一颗龙象丸，力量暴增5倍，肌肉像要撑破皮肤。千叶搜杀阵全开，18颗琉璃珠化作漫天的琉璃叶片，像暴风雪一样席卷战场。我冲进兽群，一拳砸碎一只星兽的脑袋，又一脚踢飞另一只。琉璃叶片在我身边飞舞，所过之处，星兽纷纷倒下，鲜血染红了冰原。我杀红了眼，从下午一直杀到第2天黎明，浑身是血，分不清是自己的还是星兽的。当最后一只星兽倒下，兽潮终于退了。我站在尸山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疼。第4军的少将孙清走过来，朝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他说：“林浩，你是英雄。”我笑了笑，没说话。英雄？我只是不想死在这里而已。战斗结束后，孙清告诉我，我的战绩抵得上一个师。一个人杀了上万只星兽，其中天阶星兽就有10几只。这个数字连他自己说出来都觉得离谱，但战报上写得清清楚楚。我笑了笑，没有多说什么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我在战场上发现了更大的秘密。那些被3目虫寄生的星兽，不是自己来送死的，是被人操控的。他们就像提线木偶，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指挥着，一波一波地冲向要塞。操控者就藏在战场附近，用精神力指挥兽潮。那股精神力极其隐晦，普通元灵者根本感觉不到。但我的神识比他们强太多了。我顺着精神力的轨迹追踪，一点一点地缩小范围，
最终锁定了一个人林隐，他也在战场上，他的暗元灵正在吞噬周围的元素，看起来像是在战斗，但我知道那只是障眼法。他的暗元灵根本不应该拥有操控星兽的能力，除非他体内的三目虫是王虫的后代。王虫那是明猛族的皇者，拥有操控整个族群的能力。如果林隐体内的三目虫真的是王虫后代，那它的价值比我想象的大得多。诛仙教在他身上下的本钱也比我想象的大得多。我没有声张，把这个发现藏在了心里。林隐是林家子弟，背后关系盘根错节，贸然出手只会打草惊蛇。我需要更多的证据，也需要一个更合适的时机。千叶搜杀阵运转了10几个小时，我的神识消耗巨大，脑袋像要裂开一样疼。就在我以为兽潮终于要结束的时候，远处的地平线上又涌来了新的兽群，我的心沉到了谷底。这些星兽的眼睛比之前的更红，身上的气息更诡异，它们全被三目虫寄生了，而且寄生的更深，数量比上一波多出3倍，等级也更高。天阶星兽比比皆是。我回头看了一眼要塞，要塞的城墙上，士兵们正在抓紧时间修补破损的防御工事，伤员被抬下去，新的战士补上来。要塞里是几十万无辜的军民，我没有退路，我咬破舌尖，疼痛让我瞬间清醒。我把全部神识注入千叶搜杀阵，琉璃珠发出刺眼的绿光，像一轮绿色的太阳。夜雨漫天，每一片叶子都是一把利刃，收割着星兽的生命。星兽如割脉般倒下，尸体堆积如山。但我的意识在那一刻飘出了身体，我悬浮在战场上空，俯瞰着这一切。我看到了整个前元大陆，看到了无数生灵的生老病死，看到了弱肉强食的残酷，也看到了生生不息的希望。那一刻，我悟了杀一域而救万民，以杀正道。这不是残忍，这是慈悲。最大的慈悲不是不杀生，而是杀该杀之生，救该救之人。心魔在我面前轰然崩碎，我的神识突破了瓶颈，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。兽潮终于退了，我在战场上见到了楚云逸，这个号称前元大陆第一天骄的男人，一个人守住了要塞的东侧防线。他的锋刃像死神的镰刀，所过之处，星兽纷纷倒下。城墙下的尸体堆得比他的人还高，但他的脸色很差，白得像纸，嘴唇发紫，眼眶深陷。我给他把了脉，神识探入他的身体，心一点点往下沉。他的精神力太强了，远超他肉体的承受极限。就像一个杯子，水倒得太满，杯子就会被撑裂。他每天都在用命催动精神力，身体早已千疮百孔。我把真相告诉了他，他活不了多久了。精神海崩溃的那一天，就是他的死期。他很平静，平静的让我意外。紫色的眼眸里没有恐惧，没有不甘，只有一种看透生死的淡然。他问我，他还能活多久？我说，最多1年。他点了点头，说够了。我问他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，他说想把妹妹找回来，把母亲安顿好，然后就没什么遗憾了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突然觉得很可惜。如果他有完整的修炼功法，以他的资质，成仙是迟早的事。可惜这个世界的天道不全，无法降下天雷帮他淬体，他只能等死。我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说了一句，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帮你。他看着我，紫色的眼眸里亮起了一丝光。我告诉楚云逸，诛仙教的教主明真一直想寄生他的身体，他的先天圣体是明真梦寐以求的炉鼎，一副完美到足以承载明真庞大灵魂的躯壳。楚云逸听完，沉默了很久，然后他问我有没有办法引明真出来。我说有，但需要你当诱饵。我要炼一种叫五脏氤氲丸的药，吃了之后，你的先天圣体气息会暴露到极致，像一颗金光闪闪的四灵丹，方圆千里之内的邪修都能闻到味。明真闻到这个味道，一定会来。楚云逸点头答应了，没有犹豫。我告诉他，吃了这药，你活不过1个月。他说没关系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想说点什么，但喉咙像堵了块石头。他不是不怕死，他只是觉得如果能用他这条命换明真死，值了。我问他有没有什么未了的心愿，他说希望你帮我照顾母亲。我说好。他又说希望你能找到我妹妹。我说好。他又说希望你能……他没有说完，摇了摇头，说算了。我没有追问，但我知道他想说什么，因为我也想对他说同样的话。这一世，我遇见过很多人，但能让我觉得可惜的，楚云逸是第一个。我把五脏氤氲丸的丹方写在纸上，开始准备药材。窗外天快要亮了，我知道接下来的每一步都走在刀尖上。五脏氤氲丸炼成了，楚云逸吃下药丸的那一刻，整个人像被点亮了一样。他的头发从白色变成了黑色，皮肤变得白里透红，
眼中有光，连呼吸都变得有力了。他站在镜子前，愣了好一会儿，像是看到了多年前那个意气风发的自己。但我知道，这只是假象。五脏氤氲丸在透支他最后的生命精华，他的内脏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竭，每一分容光焕发，都是用命换来的。我们开始引蛇出洞，根据自由军的情报，我们锁定了16个可疑目标，都是前元大陆有权有势的人物。经过一轮轮排查，最后一个人的名字浮出水面，林志安，长老院秘书长，天阶符文师，林采儿的叔叔。他在西元赛上被我的迷魂阵反噬，一直在养伤，深居简出。这个时机太巧了，巧到不像是巧合。我们在茶馆偶遇了他，他穿着考究的长袍，身上的香水味浓得刺鼻，但那股浓香底下藏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腐臭味，那是尸体腐烂的味道，我太熟悉了。他笑着跟我们打招呼，眼神却像蛇一样阴冷。我笑着回应，心里已经确认了7、8分。楚云逸不动声色地和他寒暄，我们就像3个普通的朋友在喝茶聊天，但茶杯底下暗流涌动。那天晚上他来了，楚家的防御阵在他面前形同虚设，他像逛自家后花园一样走进了院子。月光下，他的脸扭曲变形，像融化的蜡像。明真终于现身了。明真撕下了林志安的伪装，露出了他的本体。那张脸还残留着林志安的轮廓，但五官扭曲变形，像蜡像被放在火上烤过一样。鼻子歪了，眼睛一大一小，嘴巴裂到了耳根。最可怕的是他的嘴里面黑洞洞的，像无底深渊，看不到牙齿，看不到舌头，只有无尽的黑暗。我催动千叶搜杀阵，18颗琉璃珠化作漫天的叶片，铺天盖地的向他绞杀过去。但他只是张开了那张黑洞般的嘴，所有的叶片都被吸了进去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能吞噬元素力，任何术法在他面前都形同虚设。我拔出天狼刀，欺身而上。既然术法没用，那就用拳头。刀光与他的利爪碰撞，火星四溅。他的速度极快，力量也大得惊人，每一击都带着撕裂空气的尖笑。我用楚云逸教我的锋刃还击，刀刀致命，打了上百回合，不分胜负。突然，明真消失了，不是隐身，是真正的消失，像一滴水融入了大海。我放开神识疯狂搜索，却感知不到他的任何气息。下一秒，我看到一道黑烟从楚云逸的七窍钻了进去，眼睛、鼻子、耳朵、嘴巴，黑烟像活物一样往里灌。楚云逸的身体猛地僵住，然后剧烈地颤抖起来。他的眼神变了，从清澈的紫色变成了阴鸷的暗红，嘴角慢慢咧开，露出一个不属于他的笑容。寄生完成，明真用楚云逸的声音说：“谢谢你帮我炼体，这副皮囊我要了。”我看着明真寄生在楚云逸体内，嘴角却慢慢上扬。他以为他赢了，但他不知道，我早就等着这一刻。你以为你赢了？我冷笑着说，我早就知道你会寄生楚云逸。五脏氤氲丸里，我加了点东西混沌之气的影子，你寄生的越深，混沌之气就侵蚀的越深。明真的脸色瞬间变了，他试图从楚云逸体内脱离，但锁衣符已经生效，一道道金色的符文像锁链一样缠绕在楚云逸身上，把他死死钉在里面。明真像被困在琥珀里的虫子，拼命挣扎，却动弹不得。我运转万古长青诀，将体内的混沌之气疯狂灌进楚云逸的身体。混沌之气是冥猛族的克星，对明真来说就像浓硫酸泼在身上。他的本体在楚云逸体内剧烈扭曲，发出非人的惨叫。不可能！你怎么知道我是冥猛族？我没有回答。前世我在修仙界见过冥猛族的云眼，那种恶心的气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混沌之气是他们唯一的弱点，而我恰恰拥有这个世界上最纯粹的混沌之气。楚云逸的身体在颤抖，他的意识还没有完全消散，正在跟明真争夺控制权。我用神识锁住明真，一丝一丝地把他从楚云逸体内往外逼。这个过程痛苦而漫长，楚云逸的七窍不断渗出黑色的液体，那是明真被混沌之气腐蚀后的残渣。1个时辰后，明真终于被我逼了出来。明真被我逼出楚云逸的身体后，化作一团浓稠的黑雾，在空中疯狂翻涌。他的本体已经支离破碎，但还在做最后的挣扎，想要逃走。我不能让他跑掉。这种邪修，只要有一丝残魂逃出去，几十年后就会卷土重来。我提刀追了上去，天狼刀上附着混沌之气，一刀劈下，黑雾被劈开一道口子，里面传来明真凄厉的惨叫。1刀、2刀、3刀，我疯了似的劈砍，每一刀都带着必杀的决心。
黑雾越来越稀薄，明真的惨叫声越来越微弱。最后一刀落下，黑雾彻底消散，明真的本体被我劈成了碎片。但他在临死前引爆了怀中的幽冥镜，那是一面上古仙器，爆炸的威力堪比天劫，刺眼的白光吞没了一切，冲击波像海啸一样向四面八方扩散。我没有犹豫，用全部修为撑起护盾，把楚云逸护在身下。冲击波撞上护盾，护盾像弹壳一样碎裂。我的2个元婴五彩元婴和金色元婴在那一瞬间全部碎裂，剧痛让我几乎昏厥，半座楚府被夷为平地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躺在废墟里，浑身是血，动弹不得。楚云逸就在我身边，他的头发又白了，脸上没有一丝血色，像一尊大理石雕塑。我发现他用了3声同命符文，把自己的寿元分给了我。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傻，他笑了笑，说这辈子值了。我说你值个屁，他说能遇见你就值了。我哭了，金丹修士活了300年，我从来没哭过，但那天我哭了，哭得像个孩子。幽冥镜的爆炸摧毁了我的2个元婴，修为跌到了谷底，我的身体开始加速衰老，头发变白，皮肤起皱，连走路都费劲。以前一拳能打碎巨石，现在端杯水手都在抖。长老们发动全大陆寻找界心石这个世界本源的混沌之气结晶。传说界心石拥有重塑丹田、修复元婴的力量，但找了7天，一无所获。前缘大陆太大了，界心石又藏得极深，就像大海捞针。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，慧慧出现了。她是我养的战宠灵芝一株琉璃莴苣进化而成的灵芝。她晋级后化成了人形，一个5、6岁的小女孩，穿着绿裙子，扎着双马尾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，可爱的像个瓷娃娃。她拉着我的手，奶声奶气地说她知道界心石在哪。我半信半疑地跟着她走，穿过翠环城外的密林，来到一棵巨大的古树下。那棵树大的离谱，树干要10几个人才能合抱，树冠遮天蔽日。树洞里有一个古老的传送阵，布满青苔和藤蔓。慧慧说进去吧，界心石在里面。我咬破手指，滴血在阵眼上，传送阵亮起幽蓝色的光芒，一股强大的吸力将我拽了进去。下一秒，我出现在一个虚空空间里，周围漂浮着无数蓝色的石粒，像星星一样闪闪发光。界心石，满屋子的界心石。一个青袍人出现在我面前，自称王耀仙君。他说想用界心石就要做乾元界的界主。我没有犹豫，答应了。做界主听起来挺唬人的，但对我来说，只要能活下去，只要能修复丹田，做什么都行。界主因入体的那一刻，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。整个乾元大陆的信息像洪水一样涌入我的脑海，每一座城市，每一片森林，每一条河流，每一只星兽，每一个人。我甚至能感知到地底深处灵脉的流动，能听到千万里之外婴儿的啼哭。这种全知全能的感觉让我既兴奋又恐惧。我也看到了另外2块丢失的大陆碎片，散落在宇宙深处，一块在东方，一块在西方，都在极其遥远的地方，隔着无尽的虚空和星域。王耀仙君告诉我，乾元界原本是一个大世界，有3枚界心石共同支撑着这个世界的运转。上古大战后，世界碎成了3块，最大的一块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乾元大陆。只要找回另外2块大陆碎片，乾元界就能重回大世界。到那时，这里的灵气会比现在浓郁100倍，修炼环境将不输于任何修仙大世界。我问他，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找？他苦笑着说，他已经是残魂了，离不开这个空间。上万年来，他一直被困在这里，看着乾元界慢慢衰落，无能为力。我叹了口气，说我尽力。王耀仙君看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欣慰，你这丫头倒是不矫情。我说矫情有用吗？他说没用。我说那不就结了。我盘膝坐下，开始吸收界心石中的混沌之气。修炼无岁月，在界心石空间里，我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，每天就是吸收混沌之气，运转万古长青诀，修复元婴，突破瓶颈，一遍又一遍，枯燥的像念经，但我不敢停下来。界心石中的混沌之气纯净的不像话，比乾元大陆空气中的浓烈100倍。每吸收一缕，我的丹田就愈合1分，元婴就凝实1分。万古长青诀也在疯狂运转，断肉、断骨、断脏、断髓，一层一层的突破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终于睁开了眼，神识一扫自己的丹田，我愣住了。2个元婴不仅修复了，而且比原来更加强大，一精一彩，光滑流转，
散发着磅礴的力量。修为从金丹到元婴，从元婴到化神，从化神到渡劫，一路突破，只差一步就能飞升。我站起身，活动了一下筋骨，骨节咔咔作响，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。王耀仙君的残魂看着我，点了点头。16年了，你终于醒了。16年，我以为只过了几个月。修炼无岁月，古人诚不欺我。我离开界心时空间，回到了乾元大陆。阳光刺眼，空气清新，一切都变了。扬州和楚英结婚了，生了个儿子叫杨千帆。李毅的女儿李思念也长大了，在达坦学院上学。叶蜻蜓当了第4军的指挥官，崔天笑去了第3军，齐明在长老院任职。一切都变了，又好像什么都没变。我站在阳光下，深吸一口气。16年了，我回来了。我出关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，一夜之间传遍了整个乾元大陆。各地的通讯器被打爆，新闻头条全是0号归来的标题。叶蜻蜓是第一个到的，他从第4军驻地连夜赶来，风尘仆仆，军装都没来得及换。他看到我的那一刻，那张永远冷静的脸上出现了裂痕。他没有说话，走过来，紧紧地抱住了我。然后是崔天笑，这家伙从第3军请了假，一路狂奔过来，进门就开始哭。他的妖艳脸哭得一塌糊涂，面膜都白敷了。齐明最后一个到，他说话还是结结巴巴的，但这一次他一口气说了很多，眼眶红红的，话都说不利索。3个大男人抱在一起，哭得稀里哗啦。我笑他们没出息，说你们都是将军了，能不能有点样子？但说着说着，自己的眼眶也红了。崔天笑说：“你还不是哭了？”我说：“沙子迷了眼。”他说：“这里是室内，哪来的沙子？”我说：“你闭嘴。”楚云一来接我的时候，我差点没认出他来。他的头发又黑了，气色也好了很多，修为已经到了渡劫期，但他迟迟没有飞升。我问他等我做什么，他说等你一起。慧慧也来了，她已经长成了大姑娘，不再是那个扎着双马尾的小女孩了。她拉着我的手撒娇，说：“主人，你总算回来了。”我说：“你都是大姑娘了还撒娇？”她说：“不管多大，都是主人的小可爱。”我看着眼前这些人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流。这一世，我不再是孤身一人。我决定修复乾元界的界域传送阵，打通与其他世界的通道，让乾元人可以出去修行，也让其他世界的人可以进来交流。这是乾元界重回大世界的第一步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。楚云逸主动请缨帮我布阵，他是天阶符文师，阵法造诣在我之上。我提供灵石和材料，他负责阵法的设计和刻画。离战老祖的分身也来帮忙，他用仙界的资源帮我们联络了云梦界。云梦界是修仙大世界，跟我们乾元界有救。万年前，2界之间曾经有过往来，后来传送阵损坏，联系就断了。离战老祖说，云梦界的雅隐派掌门或许能帮上忙。我们通过跨界通讯阵联系上了雅隐派掌门。当我把琉璃手串拿出来的时候，对面的掌门愣住了，那是他们失传万年的宗门信物。当年雅隐派的开山祖师飞升前，将手串赠予了乾元界的一位故人。我把手串还给了他们。雅隐派掌门激动的声音都在颤抖，说雅隐派欠我一个天大的人情。我说不用客气，以后传送阵开通了，多来乾元界做生意就行。传送阵建好的那天，整个乾元大陆下了一场淋雨，雨水里全是灵气，浇灌了每一寸土地，灵草疯长，星兽进化，所有人的修为都提升了一截。扬州站在雨中，说这是天降祥瑞。我说这不是祥瑞，这是生意。传送阵开通后，其他世界的修士蜂拥而至，他们被乾元大陆的灵草和星兽震惊了。这些东西在其他世界价值连城，在这里却遍地都是。寻宝者、商人、冒险家，各路人马纷至沓来，乾元大陆从未如此热闹。乾元大陆的元灵者也开始走出去，他们去云梦界、天罗界、大若界修行，学习更高深的功法和战斗技巧。当他们带着新的知识和资源回来时，整个乾元大陆的修炼水平都在飞速提升。10几年后，乾元大陆从世界碎片晋级为小世界，灵气浓度翻了好几倍，灵草的品阶也跟着提升。又过了几十年，它晋级为中世界。3枚界星石的碎片正在从宇宙各处被召唤回来，乾元界正在一点一点地恢复它昔日的荣光，而我也到了该飞升的时候。渡劫那天，楚云逸陪我一起，2道劫雷同时落下，紫色的电弧撕裂天空，大地都在颤抖。我们并肩扛了过去，没有退缩一步。仙门打开了，
金光从门内洒出，温暖而神圣。我回头看了一眼这片大陆，16年前，我从垃圾堆里爬起来，浑身是伤，一无所有。如今，我站在仙门前，身后是亲人、朋友、战友，还有一个因为我而改变的世界。我叫林浩，前世是修仙界金丹修士、炼丹宗师，这一世，我是乾元界主，以一己之力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命运。但最重要的是，我找到了值得守护的人，这就够了。我转过身，迈步走进了仙门。